大家好，我是阿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因为他唱歌本来就很好听，现在有想要挑战歌手，我老婆跟大歌星哦。大歌星，好老派的说法。那你有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，现在跟家人会变不一样吗？你觉得有差吗？我觉得有差。竟然，你真的是功德无量哎，真的。礼乐大大来报道，今天呢要来访问的就是阿卡贝拉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那今天呢，阿卡贝拉来到了礼乐大大来报道。我们呢主要就是要来聊一聊，现在呢在网络上呢，两位这样子类型的 YouTuber 其实是算蛮少见的。通常好像不会是两个都是长发美女类型的，还是说这是我们很奇怪的刻板印象？应该是说长发类型的以前都比较隐秘一点，然后现在大家就越来越容易出来，加上我们有一个 Wonder 女同志酒吧，然后大家就越来越疯，越来越疯，想有同类哦 OK， 那就大家越来越 open 了。所以其实像这样讲网红对吗？你们的定位，人家怎么样说你们觉得听起来最舒服的？我现在就讲 YouTuber。其实我觉得这样也蛮好的耶。对，但因为我们也不想只做 YouTuber， 所以我们其实有，但是因为他现在有想要挑战歌手，然后真的，因为他唱歌本来就很好听，然后如果我们要组 Blackpink， 他就是主唱，我就是主舞这样子，然后我现在都认真去练舞的，所以就等于是想要慢慢往艺人的方向走。当然，我觉得未来成为艺人这件事情是本来就是基本上已经算是，就像你刚刚讲的，好多部分其实渐渐的混在一起，各方面其实早就都不输艺人了。我觉得现在的行，我老婆跟大歌星哦。大歌星，好老派的说法。对啊。那你们两个现在在一起大概多久了？正式在一起大概1年半多。1年半多，你刚刚就用老夫老妻形容了。因为我每一天都在一起。那会有自己个人的时间吗？我们会有，可是因为我们以前住的地方，我们最近刚搬家，我们以前住的地方就那种小小的楼中楼。因为可能我想要看书，然后他想要打游戏，他打游戏又会一直讲话，所以我就会快疯掉。对，然后可是因为如果分开在两层的话，有一点觉得好像各过各的。对，然后工作的空间又跟生活完全部挤在一起，所以有时候很不舒服。然后我最后就决定要搬新家，所以我们现在搬的新家就大很多，比较不会这么的压抑。那在一起1年多，因为像我有朋友啊，可能也是像你们时间比较短的。就已经进入超级爆炸老夫老妻，他就是什么都不用。然后有一些在一起10几年的，就是所有的全部都要。那关于这件事情，你们觉得你们会是朝向哪一个目标迈进？我觉得这些是要经营的耶，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是说，老婆可以请你帮我拿东西吗？可以请你帮我做什么吗？然后会说谢谢，就是请谢谢那些我们都还是会讲。对对对。但是不会说很生疏，就是这是一个习惯跟尊重了。有一阵子的确因为工作太累，然后压力很大什么的时候，有一种随时会吵架那种感觉。可是就会知道其实不是对方的问题，就可能两个人情绪都不是很好，可是并不是我们的问题。然后就会坐下来，然后诉说我们现在的心情是什么，我觉得怎么样，然后我觉得现在很糟或什么，我就会讲，互相倾听真的是还蛮重要的，互相倾听跟互相陪伴，不一定可以立刻找到解决办法，可是因为那种感觉有时候家里的垃圾清掉就没事了。我觉得互相倾听这件事情很重要哎，就是双方有没有都想要解决事情。我觉得很重要，然后你会有遇到，比如说遇到什么事情你很不想解决，但是可能只有他想解决，但你根本就觉得我无所谓。会齁。前阵子是比较严重，是我打游戏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太喜欢打游戏，然后因为我们晚上直播完之后，我就会想说我要休息，我就打游戏。对。可是他就会觉得说，我们其实这段时间还可以做很多工作，或者是主要是工作还没做完，不是还可以做，是工作还没做完这样子。然后他就会觉得每一次都是只有他在 care 工作有没有做完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进度都是我在 care。因为你巨蟹座啊，对，天秤座比较自由一点点，比起来的话，是自由的小鸟，比较不喜欢过多的拘束，算是吗？
有一点点为什么不敢回答？不敢回答。你可以讲啊，我们再回家好好聊。但是我，对，不能吵架哦，不能走心。我们今天不是走心流的。那其实呢，今天刚刚有聊了很多，就是互相相处的部分。你们可以试试像阿卡贝拉他们的处理方式，两个人静下来，好好的跟对方互相对谈，所以应该就会解决大部分的事情了。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都改蛮多，因为我以前是不喜欢把自己脆弱的一面表达出来，就会自己藏着。然后贝拉以前在跟我交往的时候，他就是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发生什么事，我叫他讲，他说我不知道怎么讲，然后我就一直。语言的部分有一点微障碍嘛？对，然后我就要一直让他练习，然后让他讲，然后他讲的时候就不管什么就要好好听，然后让他觉得他被讲出来是被鼓励到的，就好像在教小朋友那种感觉。然后所以现在就变成是，如果我今天不开心，我会跟他说，我会不会跟你聊一下，然后我就说，然后我说完以后会说，那你有没有想讲的？就是我不会我自己讲完，只要他听。我会让他说，那你听完有什么感觉？如果你不高兴，或是你最近有什么也想讲，你也可以一起讲。这么互相的感觉，在以前的感情中没有遇到过吗？以前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，没有成功。因为有些人问我说，为什么会想要跟他结婚？因为我觉得我会很喜欢那种也算是有点女强人的那种感觉的人，可是他其实不太算是，他就是chill的人。对，可是我想一想也觉得，那可能女强人也不一定适合我。的确，可能chill的时候可以让我提醒我要放松，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点就是这个很互相的感觉，他做得到。那你呢？你之前遇到的跟他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还是你根本没想过这件事情？我觉得就是没有像卡卡那么尊重我，他们会比较像是我今天说什么你就是什么。因为他要不讲。哦，对，因为我也不会就是表达自己的比较像跟妈妈一样，也不知道怎么跟他聊天跟沟通的意思，所以就造成在外面可能也会这样子。对。因为我在家其实也不太讲话，所以他有时候问我要不要跟他一起回他家，然后我就说他要干嘛？我说啊，你们不就吃完饭然后就在房间？我说那我在我自己家就可以，我干嘛要回去？那你有因为跟他在一起之后，现在跟家人会变不一样吗？你觉得有差吗？我觉得有差。竟然，你真的是功德无量哎，真的。我觉得应该是他也有多少看到我跟我妈的互动有被影响，因为我妈现在也是一个放飞自我很 chill 的人，然后我们就会互呛啊，他就说你怎么那么胖，我说还不是你生的，然后我们就开始一直呛来呛去。好感情很好哎，你是会抱持就是好像这种关系也很不错，是这种想法吗？一开始看都是觉得很羡慕，就是怎么可以跟家人就是像朋友一样这样开玩笑什么的。然后后来就想说自己回去也尝试看看，然后没想到我妈接受度也蛮大的。可以开玩笑。对。哇，那这点很棒哎。但我爸爸我真的没在讲话。爸爸还有一关。对。他爸爸是那种超级无敌木讷型的，很多人会问我们为什么还没正式去登记结婚。其实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爸。因为他爸还不是很知道我们在一起。我已经在他们家晃来晃去很多次了。这样晃还不知道？想说就是一个很漂亮的女生来家里这样而已吗？其实我也不确定他知不知道，但是因为他也看不出来啊。我有几次有跟我妈说，就是我想跟爸爸讲这件事情，对。可是我妈就是有点一直在阻止我，就是说先不要让爸爸这么早知道，她觉得由他开口比较好。可是到现在，他就都还没有跟爸爸讲。我觉得有一部分是贝拉的妈妈也还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因为我们当初要出柜的时候，我们自己其实也挣扎蛮久的。然后我觉得他妈妈不是同性恋嘛，然后可是所以他无法真的去体会，然后真的要去瞬间接受这件事情，他可能会觉得很不习惯，加上害羞加害怕。我觉得他有越来越开放，可能是因为我小阿姨也知道我们两个在一起的事情，然后他就会去跟我妈讲，对，小阿姨也很前卫，是廖北亚，但是可爱的廖北亚。对，所以我现在就想说，那就交给小阿姨好了。交给小阿姨，因为势必有一天也会走到这一步的。这个就是，其实今天呢要来那个访问阿卡贝拉呢，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像现在的教育，其实它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我就看到了这本。它是童书哦，童书就是在介绍说，我有2个妈妈，它的故事呢，其实就是在讲说里面有2个小朋友，他们好朋友，然后这2个好朋友呢的其中一个小孩
她是2个妈妈，就是有一天学校可能会有邀请各方的家长来学校的时候，她的另外一个好朋友就发现，为什么你不是爸爸跟妈妈来，你是2个女生来，然后2个女生都说自己是妈妈，而且真的很刚好，里面其中一个妈妈就叫卡卡。超刚好。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，我想说，这本书是跟你们有关系的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那后来看一看没有，因为另外一个叫做宝阿姨，所以你可能是宝阿姨。然后你是卡卡。我有一个绰号，然后我一直说我要可以叫我卡宝涵。就是里面宝藏的那个宝，对。然后我刚刚看到想说，是不是参考我了？对啊，这本书是怎么会？但是其实，在看这本书的时候，我觉得它带给我们的是一些感动，因为学校的老师他可能就是会告诉那个小朋友说，那他就是有2个妈妈，这个是很平常的事情，他得到的爱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变少。那像我们看到啊，我有2个妈妈这件事情，这个职业3个妈妈了。你已经是妈妈，他的妈妈，还有我们这是一种情绪吗？叫妈妈你会开心吗？冷掉。但是你们未来真的会想要成为这个身份吗？我觉得所有女同志或男同志应该都会很想要小孩有双方的基因啦，可就做不到啊！除非我们就去找爸爸或找哥哥弟弟借精子啊。除非你们1个人生1个，可是我们想要那一个小孩就有2个，可是就目前不可能。贪心，贪心。可是因为在异性恋，好像不太可能吧？不行啦，就除非你找亲戚啊。所以就有你的基因了。可是这招有点厉害耶。可是要看他哥哥跟弟弟长怎么样。对啊，因为他觉得我哥很丑，你自己也说你哥很丑。刚刚你们在讲说很怕痛的时候，我心里想说，那就猜拳啊，输的那个人生。因为我们是舍不得对方痛。那就让别人决定好了，比如说是不是经纪人怎么决定？对，我也有曾经想过要不要直接用领养的，对，因为我本来是很不能接受领养，就是因为觉得完全长不一样啊。可是因为我们家养一只狗狗叫满满，因为我就很爱它，我想说它长得它也不是人啊，我也那么爱它，然后我就想说，那我领养小孩，说不定也可以这么爱它的那种感觉。基本上他得到的爱不会变少啦，那你觉得呢？其实我本身也不喜欢小孩，我小时候就是跟我的表弟表妹年纪差很多，所以我大概是国小、国中的时候就会开始带小孩，带到他们长大之后，我自己带小孩的经验，我就会觉得我还是不要生小孩好了，多顾一个生命是困难的事情。那你们2个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啊，朋友们在你们出柜前跟出柜后，对你们态度变不一样的状况？我自己啦是蛮幸运的，就是都没有遇到朋友可能不支持这件事情。那你们有遇过身旁的朋友出柜前、出柜后，可能有遭受过类似这样子的待遇？应该是我们的粉丝比较多，因为他们就是遇到家人很反对啊，然后朋友不谅解啊。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不是台湾，就是亚洲国家还有很多是很封闭的，就会很想要帮他们多做点什么，然后也会希望自己影响力可以更大一点。我有一部分想当歌手、舞者或去表演，一部分是兴趣，一部分也是觉得如果我有更多关注的话，那我讲话的力量就可能可以多影响什么。有一些影响力，对不对？对，可是我觉得这一定还是很多群众，然后很多人要一起累积起来的。对。那阿卡贝拉对于自己频道的未来有没有什么事情是你们现在计划中，然后可能或者是梦想中等着要去实现的？最近可能5、6月就会办一个见面会，然后刚好我们有一个机会跟音乐公司就会一起做歌，舞蹈 cover 现在已经出过一支了，然后之后会就是要弄更专业的戏剧课。也继续上，然后已经接下一部电影，但是我们会是客串，然后就会想说可不可能做更多。然后频道本身的规划有蛮多，会邀请更多来宾来上节目。那你自己本身呢？像刚刚说的，还是他已经代替你发言完了？他已经发言完了，因为是我们一起开会讨论的结果啊。对，一起开会的时候，你也是会对自己会有很多想法的人吗？还是其实你都觉得说，反正这个事情听起来很好玩，我就去做，还是什么？我是不是说到了你们开会当中，可能就是会有一个人坐在旁边，还是跑去晒衣服喝茶？没有，他上次居然给我跑去晒衣服，我就说你为什么要现在去晒衣服？你说开会的时候跑去晒衣服？对，就因为在我们家开会。妈呀！然后我就问你为什么要现在晒？然后说我以为已经开完会，就他不知道他那天就是被打到，重点是他那天晚上睡觉前还跟我说，老婆我今天有晒衣服，棒不棒？
很棒。我这个为什么那天觉得开会已经开完了，我不知道有什么错觉。我那天没有喝酒。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话呢？想要跟那个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说？我觉得主要是对自己的信心，还有对自己的了解。我觉得你越是花时间了解自己，跟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是你想要的，然后是你觉得是你自己觉得是对的决定的话，真的无关乎你是不是同性恋。然后其他的别人给你的建议，你就当是建议，然后是对是错，我觉得你自己可以去分别。那觉得自己还是美眉的小姐姐好了，小姐姐。没有啦，我就觉得就很常我们在频道上面就讲到的，就是你真的要先学会珍惜自己，然后爱自己，才会遇到一个也是同样珍惜你跟爱你的人。其实你讲的蛮好的，这样吗？还蛮好的。名字我教他的。而且你就是有一种，就是然后一直想要找一个旁边有一个人依靠。对，我只要自己开始发言的时候，我就会一直抓他，或者说我不知道要说什么。哎，你们有各自上别人的频道吗？没有，不敢吧？没有，不敢。如果别人只邀约你去，你会答应吗？我应该会鼓励他去，毕竟你以后是大歌星哎。对啊，歌手不能够自己不能说话的，对不对？不要再找依靠了。好啦，今天呢非常开心呢，可以跟我们的阿卡贝拉呢聊了很多很多，所以呢也希望呢不管如何，要继续支持阿卡贝拉，然后也可以继续支持里约大大来报道，然后也要跟大家说下次见喽，拜拜。